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爱换不了，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里绕，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世界为你而绕？最单纯的感动，却忘了去寻找，拥有了世界，却输掉拥抱。有什么值得炫耀？他是谁？我看我们出去吧，让他休息。王医生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忘了拿毛巾进去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好了，你别再自责了，不关你的事嘛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我们是不可能永远瞒着他的。这样好了，等他醒过来之后，我们就告诉他，他已经昏迷13年了。可是他家人呢？这不能说啊！他刚才几乎崩溃了，要是让他知道他家人都罹难了，他怎么承受这个打击啊？你说的对，以他现在的状况，的确不能再受任何打击了。你醒了？肚子饿了吗？有一点。那我出去拿些东西给你吃。Miss Wang， 什么事啊？我刚刚好像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。是吗？我梦见自己变成大人了，吓死我了。别胡思乱想啦，你好好休息啊。我想要一面镜子。好，我出去拿给你。
Miss Wang， 我不是在做梦，对吗？唐颖，你一定要勇敢，一定要坚强。你能够健康的苏醒过来，这是上天给你的恩赐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从你昏迷到清醒，已经过了13年了。13年？其实13年也不算长啊，眨一眨眼就过去了。那我已经25岁了，我还没过完12岁生日，怎么就25岁了？其实年龄不是问题，真的不是问题，而且你的生日还没到呢，算起来你才24岁。Miss Wang， 你不是说我发高烧吗？发高烧怎么会要昏迷那么久呢？其实你是碰到意外。意外？什么意外？你在学校打球，跌倒撞到了头，动了手术后就一直昏睡。打球撞到头，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。医生说你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的。爹地，我妈咪，我哥呢？他们是不是也出事了 ？Miss Wang， 你们是不是也像隐瞒我昏睡13年一样，还隐瞒我其他的事啊？没有，其实是你爹地出国公干，你妈咪跟你哥哥刚好过去看他。对对，那个地方不容易联络。我们已经尽量跟他们联系了，相信很快就有消息的。来，你自己看看。快看看你自己啊，你长得很漂亮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看。好，不要看，那就不要看啊。是在做梦吗？一定是在做梦，一定是在做梦。等梦醒了，一切都会恢复的。给，谢谢你啊！不用客气。哎，等等，给你。这眼镜送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。
抗议控方律师在审讯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提出修改控状。法官大人，控方临时提出修改动议，这对我的当事人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，请法官大人拒绝控方的要求。Eric 周在昨天晚上伤中去世，这是事实，严重伤人罪已不适合本案。本席同意控方修改控状的动议，本案择日再审，退庭。杨振峰，你应该被判死刑。周老板，不要大声嚷嚷，小心假牙掉出来。别嚣张，你会下地狱的。说什么老鬼？冷静点，这里是法庭。你最好打赢这场官司。你会有报应的，天会收你的。控方将改为谋杀罪来起诉杨振峰先生。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把谋杀变为误杀。杨先生，我建议你劝杨振峰先生认罪。东城，你说什么话？杨振峰先生在事发的时候喝了酒，酒廊录影显示他曾经和死者起了冲突，死者还打了他一拳。没错，这是对杨振峰先生有利的地方，但是却不能洗脱他置人以死地的事实。如果他承认误杀，通过求情，有望判6年徒刑。东城，杨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他要他的儿子无罪释放。你应该很清楚，这根本办不到。我们可以再想对策的呀。两个笨蛋，两个大笨蛋。你这个笨蛋，只会在法庭上像疯狗一样抗议抗议，你以为在演戏啊？还有你啊，笨蛋！认罪认罪，认个屁罪！要认罪还要请你们2个烂律师。我告诉你，我也是念法律的，我的法律教授第1堂课就告诉我们，这世界没有打不赢的官司。听懂了吗？没有打不赢的官司。这起案子死了1个人，不只有犯罪证据，还有目击证人。你再不满，我还是要说，这起官司不可能赢。是不可能赢，还是绝不会赢？是不可能赢，对吧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不是你们这些做律师最擅长的吗？那个证人是关键，对吧？用钱买多少都没有问题，别把话说那么绝。钞票面前什么都有可能。再说一句，我要我的儿子完好无损地走出法庭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杨天威这个老狐狸不去找大律师楼，反而找我们？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听他的话，他知道我们会去收买证人，我们会教证人怎么样去串口供。来，我看你是喝多了，收买证人，知法犯法，罪加1等啊！收买证人，我是醉了。哎，要是能够在这张支票上面填上100万啊，我可就真的是天花乱坠了。
东城，你要知道，这起官司呢是全城瞩目。杨天威这次找我们，可是天大的机会，说是为钱也好，为自己的名气也罢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就是要不择手段打赢这场官司。我看你真的是喝醉了。我办了这么多案子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被告像杨正风这么狠，而且把人打死了还这么嚣张，一点悔意也没有。我看他是有病，应该被关起来的。那最好，我们就去找一个精神科医生证明他真的是有病，那不就行了吗？那只会让法官更坚决要判他入狱，免得他再逞凶。说到底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证人。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做傻事，不要做傻事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听到了啦，最多不就把这张支票还给杨天威嘛？那，李先生，你说，在当晚的案发现场，你听到了一位女人喊“救命啊，救命啊”。没错。那么当时你还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一个女人狂叫，一个男人手里拿着灭火器，朝跌在地上的男子猛打。当时那个男人是面向着你，还是背对着你？背对着我。你能认得他吗？能，就是他。这么确定？你怎么能够凭他的背影而确认那个男人就是我的当事人呢？警方当场抓到他，那肯定就是他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警方是绝对不会抓错人，而你也不在乎警方抓的到底是谁？请你回答，是或不是？是。法官大人，我没有问题了。他之前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他亲眼看到这个王八蛋打死我儿子的。肃静，请你坐下。石子，还有我的当事人曾经有过节，你们曾经在酒廊里起过冲突。是。所以你的直觉认为，攻击死者的人就是我的当事人？不是。请问，当时你有没有吸毒或者是使用违禁药品？抗议，这与本案无关。绝对有关。我相信主控官你也知道，使用违禁药品或者吸毒能够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。证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。我没有。那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吸毒或者是使用违禁药品而被捕？有，可是那是因为……那你有没有打电话给我当事人的父亲，暗示说如果有好处，你愿意改变口供？抗议，辩方企图模糊焦点，打击证人的信誉。法官大人，我有一段电话录音能够作为证据。笨蛋律师，你这是什么反应？官司不是打赢了吗？你怎么好像家里死了人一样？看看你伙伴吧，身材飞扬，踌躇满志，是不是觉得光芒都被他抢光了？笨蛋！
该得的，我已经汇到你澳洲的户头了。你在跟谁通电话？我跟谁通电话？你怎么这么关心啊？你跟坚说话是不是？你给他多少钱，录制那通电话录音？哎，我可是你的合伙人，你这样子质问我，难道你不觉得过分吗？我过分？你做这样的事才是过分吧？什么是法律正义？你忘了一个恶性了？你有没有搞错了？这个官司都已经结束，难道你就不能够看开一点吗？哎，你很快就要结婚了，好好的去筹备，不要节外生枝。总而言之呢，到时候分一份大红包给你。喂，哎，是，好的，再见。是杨天威，他要请我们吃饭，去不去？去，这就对了，什么法律正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走。杨先生，哎，来，正在等你们二位呢。来，感谢二位为我儿子打赢了官司啊！这个是82年正宗的波尔多好酒，来，谢谢啊！嗨，笨蛋律师。哎，郑峰啊，为什么一声不响啊？赶快谢谢两位大律师。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来，为我们的胜利干一杯。怎么，司徒大律师不为我能够洗脱罪名而高兴吗？你并没有洗脱罪名，是吗？你只是无事行事，不是无罪释放。只要警方掌握足够的证据，他们随时可以把你控上法庭的。原来司徒大律师不是来庆祝我能够打赢官司，而是来警告我，警方可能随时把我抓去坐牢。看来你很不想我站在这里。哦，对了，就是你要我在法庭上俯首认罪的。我没有照你的意思去做，你很不爽，是吗？大律师，全世界的人都有资格这么说我，只有你不能，因为你只是一条狗，一条听话的狗。你拿多少钱？100万还是200万？还不够是吗？就给你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！大律师打人，你给我作证，我要验伤，我要告他。你说，你这位搭档会不会去告发我们？进来。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名。这么晚还不回去啊？我想陪你，大家都回去了，不如……时候不早了，你先走吧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菲利亚，救命啊！谁非你？不要乱讲话！放开他！给我起来！
发生什么事啊？王先生，他想强暴我。我看到司徒先生扯他的衣服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啊？我不能够袒护你，带他出去，报警。是。我顺便告诉你一件事情吧，杨振峰已经向警方报案，指你索取额外报酬不遂，出言威胁并殴打他。你身为一名律师，却知法犯法，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。原来这全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收了杨天威的好处，怕我告发你们，就先下手为强。告发我？我有什么好给你告发的？我行得正，坐得正，哪像你啊？企图强暴女秘书，怎么样？要我帮你遮盖罪行啊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够帮你这个法律界的败类擦屁股，因为我得要维护正义嘛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范美琪怎么会嫁给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？不过说真的，你要是坐牢了，我一定好好的帮你照顾美琪的。朋友，你还好吗？你干嘛给我这种脸色看？我们可是好朋友哎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来这里看你啊。不要再说废话了，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好，跟你说正经的，律师公会一致通过，要取消你的律师资格。你的目的达到了？目的？什么目的？我摧毁你的目的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不摧毁你，你随时都会摧毁我。你这个人一天到晚想要出什么司法界的英雄，谁知道你会做出什么愚蠢的事情来？杨天威到底给你多少好处，让你昧着良心干这种勾当？不要再说这个。你的女朋友范美琪对你的所作所为非常的失望，但是她这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，她不想伤害你，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希望你能够给她一条生路，叫她不要再等你了。他相信我是清白的，他是不想落井下石的笨蛋，啊？你以为你真的这么优秀？全世界的女人都会爱上你？就算你是犯了滔天大罪，他们也愿意在外面痴痴的等你吗？司徒东子，我告诉你，你错了，你绝对是错了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永远的爱情、友情，还有亲情。听我的劝告，不要误人误己。对不起，我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上个星期我跟美琪一起到巴厘岛。跟他接吻的感觉真好，好得不得了。
会中枪。Go home. I'm not gonna play today. Hey, would you like some? 谢谢。6点30分，吃巧克力时间到了。您请周杰明吃面包，周杰明请你吃巧克力，给。笨蛋律师司徒东城，唱出来了。现在连最烂的律师也当不成了，是不是啊？Come on， 别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人生有比坐牢失去律师资格更残酷的。拜拜。小姐，一个人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想跟你玩啊。哎，喂，要玩也不用那么粗鲁啊。哎，喂，你们干什么？不关你的事，你走开！最好放开他，不然报警啊！报什么？你怎么还是那么没用啊？不会打就不要逞英雄，他们要玩就让他们玩呢。来啊，来玩啊！要玩什么？来啊！不要，不要！够了。
0乘以任何数字都是0，这是真理吗？照我看，未必如此。0乘以任何数字都是0，怎么会未必如此？1乘0是0，2乘0是0，3乘0是0，4乘0是0，5乘0是0。不要再念了。你受伤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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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。干嘛？你受伤了，要涂药，涂了药就会好。谢谢。6乘0是0，7乘0是0，当然是0啦。不管什么数字乘以0，都是0。可是这本书说未必如此。这本书是文学书，文学写的是主观跟感情，它不是科学，不是1+1就等于2，你何必钻牛角尖呢？周杰明知道了，谢谢。睡觉时间到了。老的也不见，这小的也不见，全部死光光最好啊，免得让我看见心烦呢。卖光了，都说卖光了。哎呀，你是木头啊，死死的站在这，老妈也不会叫一声。老妈，你到底死到哪里去了？整天不是关在房间里，大门不出，就是跑到不见人影，3天不见人了。你是不是要气死你老妈，你才甘愿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敲你的头啦！不是为了巧克力，你是不会回来的是吗？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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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巧克力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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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巧克力。哎呦，我怕了你了。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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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死你！1、2、3，肚子饿不饿？5、6、7。我问你呀，肚子饿不饿？2、10。肚子饿了才舍得跑回来，早知道生你出来的时候就饿死你，奶也不给你喝，粥也不给你吃，还去外面做了，拿米粉给你吃。唉。那吃了米粉呢，就跟我回家去。再给我到处乱跑呢，我就把你给锁起来，让你哪里都去不了。来，吃米粉。哼什么哼啦？吃。哎，儿子回来了。哎，看到我叫老爸。叫人呐，他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你也要叫他老爸。家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又不是不知道跟别人不一样的。哎，儿子啊，溜到哪里去啦？你妈担心到睡不着觉啊。我担心，我管他去死啊！死了更好啊，我就永远不用照顾他了。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？他可是你儿子，还有我儿子啊！儿子啊，别认真了，你妈是骂在口里，疼在心里呀。哎，你口袋还有没有钱？他有钱还会回来讨东西吃。人在外面，口袋不能空空的。儿子，老爸呢，给你一点钱啊，接济你，来。
哎呀，你给他钱干什么？他又不知道钱的重要，不是乱花，就是给人家骗。没有钱很可怜的嘛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马金是不是？你又跑去赌马了？不是马金啦。不是马金，为什么不敢给我看？拿出来。不是了。拿出来。拿来。看了长睁眼看。嚯，你这个老不休啊！都几十岁的人了，还看这种不三不四的东西？什么几十岁？你爸说的老头似的。哎，如果杰明正常一点啊，早就娶老婆了。你早就当人家阿公了，还不认老？我的杂志给我，你把丢杂志干嘛？砸什么砸？一大早就跑到不见人影，害我一个人啊，忙得差一点都断气了，还不进去给我洗档口？看什么看？去！杂志都不给我丢掉死！哦。你给过的好，怎么抹掉痛过的记号？心被爱焚烧，我却往里跳，无力可逃，有谁看得到？不想理会自己有多糟，不想知道坚强剩多少，看寂寞的风，却世界的孤岛，麻木并非爱情，而是自尊放不掉。想用一个转身。